连续枪杀2名7色高层后，终于逼出来幕后黑手王家。自感大事不妙的王沧海火速赶往紫禁庙台，面见老总以求调解。喂，老总。哈哈，身体怎样了？多谢老总关心，基本没什么问题了。那就好，那就好。咱们可是一直都在关切着你啊，尤其是何等峰，就因为你这事，可是发了几次飙啊。哎，说来我这又是何德何能啊，竟是让老总你们对我如此上心。妄自菲薄可不是你小子的性格哈。有人说你可是助长咱们华国国运的一张王牌所在，所以你说呢？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自己，我算哪门子的王牌啊？真要说的话，国家才是我的王牌。如果没有国家这个后盾，我叶松什么都不是。你小子的官话说的可是一套一套啊！得，还是说正事吧。一听到说正事，叶松马上肃然起来。不知老总有什么指示？就是想问问你方不方便入一趟紫禁，我想跟你聊聊。入紫禁？对，电话里说终究是不太方便，还是面谈比较好。什么时候？越快越好，最好是明天。当然了，一切还是要以身体为重。如果你感觉身体仍有不适的话，那再另说。没去试探打听老总想跟自己聊什么，更没想着以身体不适为由进行拖延。毕竟他叶松还不至于幼稚到听不出老总说的是场面话。好，那我今晚就飞燕京。那咱们明天见，我在紫禁等你。没等叶松做出客套回应，那头的紫禁老总便已是挂断了通话，徒留叶松愣在原地失神不已。怎么了这是？没，紫禁老总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入京一趟。老总突然召你入京的，这是出什么事了？不知道，他没说，我也没问。准备什么时候走？怎么，我这才刚来叶哥你就想赶我走了吗？我肯定是想你赶紧回去，一个是我今晚要飞燕京，再一个毕竟你这趟山清之行是非官方的私人行为，倘若你有什么闪失的话，我是真背不起这锅。之前在卡尔塔地界的接连袭杀都要不了我的命，如今在华国内陆这一全球最安全的国家，自己还有危险意外之说。防患于未然吗？说点正事，我先前有听说华国跟卡尔塔就能源方面开展合作的一谈，这事你知道吗？进展如何了？知道，并且我也有就此事跟咱们卡尔塔的能源大臣进行了多番深入沟通。目前你们华国跟咱们卡尔塔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每年对华供应5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为期30年。虽说这是暂时还没到对外公开的时候，但在叶松面前，萨尔曼还是选择了直言道说。跟我预想中的差不多。跟你预想中的差不多。之前在得知华国跟卡尔塔方面进行相关洽谈后，我就有结合一些形势进行过分析揣摩，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华国这边足够给力，那么这将会是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订单协议之一，以每年数百万吨的量开展20-30年的持续性合作。如今看来，我分析的没错。你连这都能分析得出来？此番合作下，无论是从国际大事还是从两国友谊的方面出发，都将是意义非凡的里程碑。同样的，也会让咱们彼此的情谊能够更加坚固。不过不管怎么说都好，萨尔曼就冲你刚才提及到的那句，就华国跟卡尔塔的合作一事去跟你们的能源大臣进行了多番深入沟通，我都得感谢你。不用感谢我，因为就算没有我都好，双方也一定会达成一致合作的。事关两个国家如此级别的合作，那绝对不是我能够左右的。别说我还没有正式成为王储，即便我真的成了王储，在这种事上都是无法去左右的。所以我做的其实很有限。回想起刚才萨尔曼的话，做的很有限吗？叶松要是没记错的话，前世华国跟卡尔塔之间那笔震惊全球的天然气订单，是卡尔塔每年向华国供应400万吨，为期27年。而这一世，前世为期27年，每年400万吨的数据已经变成了30年，每年500万吨，这里头足足多出了4200万吨。换而言之，等于将前世的合作体量提升了将近50%。毫无疑问，这里面大概率是萨尔曼的功劳，这对华国来说，赫然是意义重大的。叶哥，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打算就是见一步走一步。遭遇了这次暗杀后，我脑子里的退休想法更强烈了。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叶哥，你说退休？对，你没听错，在这之前，我的目标是40岁之前退休。但是经历了这次的暗杀事件后，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提前退休了。不是怕死，也不是怕那些想我死的人会变本加厉，而是想用余生更好的去陪着老婆孩子，尤其是老婆，你知道的，我欠她的太多了。可是叶哥，你现在才30来岁啊，30来岁就退休？有谁规定30来岁就不能退休吗？再说我现在的状态就是甩手掌柜，如果非要说的话，从某种程度上就跟半退休没有太大区别。所以我现在只想赶紧把我起初失所规划的商业蓝图给勾画出来，然后就退于幕后，用余生的时间好好陪着团团游戏这人间。然而嘴上虽是这么说着，但叶松的内心深处却早已动容万分。之前仗着重生者的身份，一直都没想过会不会英年早逝啥的。可经历湘江暗杀事件后，他才发现自己这位天选之人说到底也是肉体凡胎。如果不是那件全球稀有的防弹衣，如果不是秦猛在最后时刻强硬要求他给穿上，现在的他已经嘎了，绝对嘎了。两世为人，要说他还怕死吗？说真的不怕，但他怕的是没能弥补前世那长达60年的刻骨遗憾，怕的是老婆孩子一旦失去他之后的漫长岁月。阿松，身体怎样了？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您老不是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开过几次视频的吗？早就没事了，现在生龙活虎了。查到是什么人干的了吗？没，不过您老就别担心这些了哈，我会处理好的。一旦查出是什么人干的，无论如何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一次一定得由林家来为你出头，不管幕后主谋是什么人都好，我林家都得挺身而出。对了，你在电话里说老总要见你。老总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想跟我聊聊，让我进京一趟，越快越好。听着老总那似乎有点急的语言架势，所以我就应下说今天入京。越快越好。他此番找你又是干什么？不知道，我也一头雾水，不知这唱的哪一出，百思都不得其解。会不会是跟你在湘江遇袭一事有关？我也想过这个可能性，但感觉可能性应该不大。毕竟若是奔着那事的话，想来他也不至于会那么着急的让我入京面谈的。我听说王沧海昨天下午去见了老总来着，并且跟老总带了挺酒。您老的意思是老总召见我跟王沧海王老有关？老总前脚才跟王沧海见完，后脚就召你入京。要说召你入京一事跟王沧海无关的话，那难免也过于巧合了点。嗨，不管有关无关都好，回头见到老总就知道了。关于你遭遇暗杀一事，在你的怀疑方向中，王家存不存在嫌疑？有想过，但觉得可能性似乎不会太大。如果真跟王家有关的话，那只能说他王家已经疯了。还有，如果我遇袭一事的幕后黑手是王家，王沧海王老他又敢去跟老总说，好让老总来调和吗？说的也有道理。关于你在湘江遇袭一事，我已经让咱们林家人发动所有能发动的关系去进行调查打听，同时我也为这事跟紫荆老总聊过几回，紫荆那边一直都有在给湘江方面进行施压，并且同时也命人发起了调查，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结果的。湘江并不大，就那么块巴掌大的地方，按道理说不可能在那种掘地三尺的情况下都找不着线索的。你的意思是？3种可能，要么是湘江方面放跑的那些家伙，要么是那些家伙已经被灭口，要么是那些家伙已经落网。落网？对，这个落网指的不是落入湘江官方手中，而是落入了九州安保的手中。因为事发之后，U2集团的少东家哈利凯恩就立即找他父亲老凯恩触动关系追查。虽然我不知道老凯恩在湘江有多么手眼通天，但有一点，直到现在哈利凯恩跟老凯恩都没将追查的后续跟我说。凭这一点，再加上湘江官方的掘地三尺都迟迟没有线索，我怀疑那些家伙已经被拿下了，否则在湘江那边的天罗地网下不可能迟迟没线索。这怎么能够说明那些家伙落入九州安保的手上？首先是凯恩父子一直都没跟我反馈追查情况，这本身就不太正常。其次，哈利凯恩接了一通电话，说是有线索了，然后哈利凯恩跟我九州安保的负责人秦猛立马回赶湘江。然而之后，不管是哈利凯恩还是秦猛，都没有就线索的事儿跟我进行任何汇报。这能说明什么？说明老凯恩那边发动的追查很有可能已经将那些家伙给拿下，并且移交给了秦猛。你就没去问问那个秦猛？没问，因为我了解秦猛，如果情况真如我想的那样，那就说明他不想让我介入，而之所以没跟我汇报，则说明现在还没能揪出幕后之人。既然情况是这么一种情况，既然他不想我介入他的处理方式中，那就由他得了，我只管等一个结果就好。如果真有线索的话，咱们内陆官方能做的事总会比九州安保多吧？在进一步调查幕后黑手的事上，咱们官方总要比九州安保来得更容易吧？这只能说明秦猛他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方式。当然了，前提是我的猜想是对的，那些家伙是真的落在他手上了。你是真的心大，还是那句话，一旦查到幕后黑手，这事让林家来给你出头处理？不用，我这边自行解决就好，把林家给扯进去，或者把华国官方给扯进去，都不是我想要的。你这……爷爷，我有自己的想法，也有我自己的计划，所以真就无谓把你们往里头扯了。爷爷，我想我还是给老总打个电话先，跟他说我已经抵达燕京了。